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的故事，在咱们大众的普遍认知里，姜太公那是智慧的化身，是辅佐周文王、周武王伐纣的千古第一功臣。等到封神大战结束，姜子牙拿着封神榜，在封神台上敕封365路正神，风光无限。可是当大家翻开《封神演义》的原著，或者看各种影视剧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让人特别意难平的细节：姜子牙自己居然没有成仙。他不仅没成仙，最后还被打发到齐国去当了个诸侯。很多民间传说和评书里都这么解释，说姜子牙高风亮节，把神位让给了别人，或者说他生来命薄，没有仙缘，甚至还有人脑洞大开，说他其实是众神之长，虽然没编制，但地位比玉帝还高。其实就这么说吧，觉得姜子牙可怜，或者觉得他高风亮节，那咱们纯粹是被民间的滤镜给忽悠了。今天咱们就撕开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用现代职场和权力博弈的视角去扒一扒《封神演义》原著的底层代码。你会发现姜子牙不能成仙，根本不是什么命薄，更不是他主动让贤。这背后是元始天尊布下的一个横跨三界、长达数十年的惊天职场大局。而姜子牙就是那个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最完美的背锅侠兼白手套。各位，敲黑板了啊！咱们今天就来盘一盘这场封神大劫到底是一场怎样的权力游戏，而姜子牙又是如何从一个看似吃亏的弃子，最终逆袭成为三界唯一跳出棋盘的执棋者的。咱们先来做第一层剥茧，看看这场封神大劫背后的权力本质和规则结构。你想啊，咱们把昆仑山玉虚宫看作是三界顶级的体制内大厂或者顶级投行，元始天尊是谁？那是董事长兼 CEO， 绝对的幕后大庄家。他手底下的12金仙，那是核心高管 VP 级别的待遇，享受着最顶级的修炼资源和洞府。那姜子牙在这家大厂里是个什么地位？原著里写得清清楚楚，姜子牙32岁上昆仑山修道40年，这40年里他干嘛呢？挑水、浇松、烧火、炼丹，连个基础业务都搞不明白，40年来道行平平。在现代职场，这就是个典型的大龄基层外包员工，干了40年，连个正式工的编制都没混上，每天干着最累的后勤活。这时候天庭那边出问题了，天庭缺人，基层公务员严重空缺，三界运转不灵。而玉虚宫这边呢，12金仙犯了1500年未斩三尸的合规危机，也就是所谓的神仙杀劫，怎么办？两家大老板一合计，搞个合并重组吧，这就是封神榜的由来。所以各位看明白没有？封神榜根本不是什么荣誉榜，不是给你发奖状发 offer 的，它的本质是一份裁员优化名单兼债务转移计划。天庭需要365个正神去填补基层岗位，而玉虚宫和截教需要把门下那些犯了杀劫的弟子送上去抵债。在这个宏大的权力交接和利益重组中，姜子牙的角色是什么？元始天尊让他下山，不是让他去享福，更不是让他去当救世主，元始天尊是让他去当 HR 兼行刑官。他的核心 KPI 就是拿着封神榜去人间走一遭，把那些高管的徒弟、亲戚、关系户全部送上裁员名单。姜子牙从来都不是这场封神大劫的决策者，他连参与者都算不上，他只是执行层最底层的项目经理。他手里拿着的封神榜其实是董事长给他的考核表，他带着的打神鞭和杏黄旗不过是董事长配发的办公工具。他以为自己是去建功立业的，其实他只是大老板手里一把用来清理门户、收割人头的快刀。好，理解了这一层，咱们进入第二层剥茧。很多人可能会反驳我，不对啊，姜子牙虽然没成仙，但他手里有打神鞭和杏黄旗啊，他可是统帅周军、号令群神的大元帅，他权力很大啊。这就很有意思了，民间传说和很多读者都有一个巨大的误区，认为姜子牙法术低微，打仗全靠摇人，是个战五渣。其实你想啊，一个战五渣凭什么能统帅周军？凭什么能拿着打神鞭号令群神？
其实姜子牙根本不是法术低威，而是他的系统权限从一开始就被元始天尊给死死锁住了。咱们来抠一抠原著里的冷门细节。姜子牙下山的时候，元始天尊对他说了一句话：你生来命薄，仙道难成，只可受人间富贵。这话听着像是师父在安慰徒弟，说你虽然修仙不行，但人间福气大。但咱们用现代逻辑推演一下，这其实是一句物理隔离的咒语。为什么不让他成仙？因为如果他成了仙，他就会沾染仙界的因果，成为玉虚宫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元始天尊需要他去杀截教的人，去杀那些修仙的同道。如果他自己是仙，他下得去手吗？他敢下死手吗？所以元始天尊剥夺了他成仙的资格，让他保持凡人的物理属性，只有凡人才能没有顾忌的去干这种得罪全天下修仙者的脏活。再来看他手里的法宝大神鞭，听起来很霸气，但原著里有个极其苛刻的限制条件，大神鞭只能打封神榜上有名之人。各位，这就很魔幻了。这就好比你拿着公司的开除权限，但对方如果是董事会成员或者是外包公司的，你的权限根本生效不了。在原著里，姜子牙遇到赵公明，被赵公明的定海珠和神鞭打得抱头鼠窜，差点没命；遇到三霄娘娘，被混元金斗直接清零，打回凡人状态；遇到孔宣，连人家的五色神光都挡不住。为什么姜子牙这么惨？不是因为他菜，而是因为跨部门权限不兼容。赵公明前期没上封神榜，三霄娘娘的混元金斗是先天灵宝级别，孔宣更是圣人之下第一人，打神鞭的防火墙级别根本不够。遇到这些没上榜的或者级别太高的大佬，系统直接提示权限不足，拒绝访问。还有那面杏黄旗，号称万法不侵，但原著里姜子牙遇到孔宣的时候，杏黄旗根本挡不住五色神光。为什么？因为孔宣的级别太高，杏黄旗的防御机制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失效了。看到没有？姜子牙的权力是受限的临时工权限，他不敢也不能越界。他在战场上所有的摇人，比如请南极仙翁，请广成子，请西方教的准提接引，其实都不是他在施展什么人脉，而是在走 OA 系统审批流。他遇到搞不定的大客户，只能提交工单，找更高级别的领导来特批处理。推翻民间传说，姜子牙根本不是法术低威，他是被元始天尊故意限制了权限。元始天尊需要他当诱饵，需要他去前线拉仇恨，需要他去触发那些截教高手的杀劫，从而顺理成章地把他们送上封神榜。他就是一个完美的仇恨吸引器和流程触发器。好，咱们继续往深了挖，进入第三层剥茧。元始天尊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姜子牙？这背后的深层动机和残酷真相到底是什么？咱们刚才说了，封神榜是道门和天庭的利益交换，天庭需要基层公务员，道门需要削减冗余，度过杀劫，同时借机削弱竞争对手截教。在这场宏大的权力博弈中，姜子牙的真实作用是元始天尊的白手套，脏活累活他干，杀截教门人他上辈，骂名也是他。截教的人恨不恨姜子牙？恨得咬牙切齿。阐教内部的人服不服姜子牙？很多像申公豹这样的刺头根本不服。申公豹为什么天天去拉拢截教的人来对付姜子牙？因为申公豹看透了，姜子牙就是个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外包项目经理，只要把姜子牙搞死，这个项目就黄了。那为什么元始天尊偏偏选中姜子牙来干这个脏活？这就涉及到职场中一个很残酷的概念，沉没成本。姜子牙在玉虚宫修到40年，40年的青春啊，结果连个仙道都修不成。在元始天尊眼里，姜子牙就是一个巨大的沉没成本，留着他在山上浪费粮食，让他下山，他又没本事。但是封神大劫需要一个人去执行，12金仙行不行？不行。12金仙是核心高管，是玉虚宫的基本盘，他们还要渡杀劫呢，不能去干这种抛头露面的脏活。那些3代弟子，比如哪吒、杨戬，行不行？也不行，他们是管培生，是玉虚宫未来的希望，需要去刷战绩、攒资历，不能让他们去背杀人的黑锅。所以
环顾四周，只有姜子牙最合适。他修道无成，没有根基，没有派系，在阐教内部是个边缘人。正因为他是个沉没成本，元始天尊用起来才毫不心疼。残酷的真相就在这里，姜子牙在封神过程中其实是被彻底边缘化、被利用的弃子。元始天尊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他进天庭的编制。你想啊，天庭的编制是给谁的？是给那些在封神大战中战死的人的抚恤金。你死了，你的灵魂上了封神榜，天庭给你个神位，让你去打工。姜子牙没死啊，他活到了最后，他自然进不去天庭的编制。而且元始天尊需要姜子牙在人间继续发挥作用。封神大战结束后，周朝刚建立，百废待兴，需要人去治理。姜子牙作为阐教在人间的代理人，去齐国当诸侯，这是元始天尊给他安排的售后服务。他不仅是弃子，更是元始天尊安插在人间的一颗钉子，用来监视人间气运，确保周朝800年江山稳固，从而保障阐教在人间的香火和利益。所以别再觉得姜子牙可怜了，在元始天尊的棋盘上，他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被精准计算过利用价值的工具人。但是各位，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姜子牙也太惨了。接下来咱们进入最精彩的第4层，结局反转与格局拔高。咱们重新解读一下姜子牙的最终结局。封神结束后，姜子牙没成仙，去了齐国当诸侯。民间觉得他亏了，辛辛苦苦打工几十年，熬白了头，最后没拿到天庭的 offer， 只能去人间当个土皇帝。其实就这么说吧，姜子牙才是这场封神大劫中唯一的最大的赢家。他看似落选，看似吃亏，实则逃脱了天庭那个巨大的体制内大坑，并且获得了更高级的隐性权利。咱们先来看看天庭是个什么单位。天庭在封神演义的设定里是个等级森严、 KPI 考核极其严苛的官僚机构。上了封神榜的人失去了肉身，只能靠香火修炼，而且他们必须听从玉帝的调遣，动辄打杀。你看看那些上了榜的神仙，文太师够牛吧？上了榜成了雷部正神，天天打雷下雨，成了天庭的气象局局长，还得受玉帝节制。黄飞虎够猛吧？成了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听着吓人，其实也就是管管地府和人间吉凶，是个实打实的苦力。更别提那些底层星君，动不动就要下界去执行任务，稍有不慎就要被贬下凡。那些上了榜的神仙看似有了编制，其实失去了自由，成了天庭的高级奴隶。他们被封神榜死死绑定，生死荣辱全在玉帝一念之间。而姜子牙呢，他没上榜，他保留了完整的肉身，保留了自由之身。他不用受天庭那变态的 KPI 考核，不用每天早起去凌霄宝殿打卡，不用卷入道门和天庭复杂的内斗。他在人间当诸侯，享受人间富贵，妻妾成群，大权在握。但这还不是最爽的，最爽的是姜子牙手里有打神鞭。各位，打神鞭是什么？那是元始天尊给他的纪检委尚方宝剑。他虽然没成神，但他成了天庭365位正神的规则监督者。你想啊，那365位正神当年都是被姜子牙亲手拿着打神鞭，或者被他指挥着周军送上封神榜的，他们能不怕姜子牙吗？姜子牙手里拿着打神鞭，就等于拿着他们的生杀大权和把柄。谁敢在人间作祟，谁敢不听话，姜子牙一抽打神鞭，他们就得乖乖现原形。这就是元始天尊给姜子牙的隐性期权。元始天尊没给他天庭的虚名，但给了他实打实的监督权。姜子牙成了3界唯一一个超脱于规则之外，又能监督规则的人。他不用对玉帝称臣，因为玉帝也管不了他；他也不用对元始天尊尽孝，因为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才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姜子牙看似失去了成仙的机会，实则跳出了3界的五行，获得了比神仙更逍遥、更实在的权利。这才是元始天尊作为幕后大庄家，给这个干了40年苦力、背了无数黑锅的老项目经理发放的最终年终奖。格局拔高到这里，咱们再回头看姜子牙，你还觉得他可怜吗？他不仅不可怜，他简直是职场生存的终极教科书。
他看透了权力的本质，接受了被利用的命运，但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他巧妙地利用规则，最终为自己换取了最大的利益。好，视频到了这里，按理说该结束了，但是咱们还有一个细思极恐的结尾，必须得跟大家盘一盘。咱们总结一下整个事件的本质，封神榜不是奖励，是债务重组，姜子牙不是失败者，是跳出棋盘的执棋者。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原著最后，姜子牙在封神台上封了365位正神，把天庭的岗位分得干干净净。可是姜子牙自己的位置呢？民间传说有很多，有人说姜子牙其实给自己留了个最大的位置，叫天帝，结果被一个叫张友仁的抢了，所以姜子牙只能当侧神。这就是为什么民间有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说法，连厕所都能镇住。但各位，咱们回到《封神演义》原著里，姜子牙根本没给自己留位置，他连封神榜都没上，元始天尊明确说了，他只能受人间富贵。可是细思极恐的地方来了，姜子牙手里拿着打神鞭，他如果不想当人，他想当什么？打神鞭不仅能打神，还能封神。姜子牙在封神台上最后那一瞬间，他有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名字悄悄写进了一个连元始天尊都没注意到的地方？那个地方不在天庭的365个正神编制里，也不在人间的诸侯王座里。大家仔细回想一下原著的结尾，姜子牙封神完毕后，把打神鞭交还给元始天尊了吗？没有，原著里没写他交还打神鞭，打神鞭一直留在他手里。一个没有神位的人，手里却拿着能号令群神的法宝，他去了齐国，建立了齐国。齐国在周朝是什么地位？那是东方大国，拥有征伐之权，也就是可以代替周天子讨伐其他诸侯。你们想想，一个手握打神鞭，拥有征伐之权，不受天庭管辖，不用受玉帝节制的人，在人间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诸侯国，他真的是在安心当个诸侯吗？有没有一种可能，姜子牙在封神台上的那一刻，突然悟透了元始天尊的底层逻辑，他明白天庭的编制是个坑，人间的诸侯也是个笼。他真正想要的是成为规则本身。他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封神榜上，而是把打神鞭当成了自己的神格。他不在三界五行中，但他却用打神鞭在三界五行之外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隐形天庭。那些上了榜的神仙以为自己是天庭的公务员，其实他们只是姜子牙这个隐形天庭的底层打工人。姜子牙在人间通过打神鞭远程操控着天庭的运转，这才是姜子牙不能成仙的真正原因，因为他不需要成仙，仙还在规则之内，而他已经成了规则的监督者，甚至是规则的制定者。各位老铁，你们觉得姜子牙最后到底去了哪？他是不是真的甘心只做个凡人？他手里的打神鞭最后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脑洞，咱们一起盘一盘。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让你对《封神演义》有了全新的认知，别忘了点赞、关注，一键三连。你们的支持是我继续深挖原著底层逻辑的最大动力。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